专注长期的趋势调整，不要只是聚焦在联准会的鹰鸽言论，而是呢要重视货币。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美股的多头走势进入4月之后呢，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上冲下洗的盘整状态。投资人呢，一方面害怕错过之后的上涨，一方面呢又害怕转进空头危机。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追踪各项指标，还有呢来分享艾谢克最新的看法咯。那这集呢，我们会从4个面向来解析美股的趋势发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业市场的数据，接着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商品库存的状况，然后持续追踪通膨的情势，最后呢，再来关注美国企业的获利。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那第一个面向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业数据强势的扩张，3月的失业率呢，从2月的 3.9% 下降到了 3.8%。那另外呢，非农新增就业呢大增了 30.3 万哦。ADP 的小非农呢也增加了 18.4 万。虽然呢这两个数据的落差呢还是存在，不过呢也都呈现了连续3个月的向上趋势。再加上呢最新的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不管呢是服务业或是制造业，也都呈现了扩张的趋势，显示出呢美国的就业市场确实呢重新进入新一轮的转强扩张周期。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会影响到今年的通膨呢和货币政策吗？或许影响呢并不是那么大哦。那大家呢可以注意，在这次3月20日的 FOMC 会后的记者会，联准会主席鲍尔有说呢，强劲的就业增长伴随着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反映了25到54岁年龄层的人口参与率上升，还有呢持续强劲的移民流入。名目工资增长呢有开始放缓了，职位空缺呢也有下降。那尽管呢职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呢已经缩小了，但是呢劳动需求呢还是超过可用劳工的供应。那 FOMC 参与者也预期劳动市场的再平衡呢会持续的进行，所以呢能够减缓通膨的上升压力。从这段话里面呢，可以说是终于初步验证了我们坚持1年多的理论，也就是强劲的就业市场呢，正是解决这轮通膨的核心要素。既然联准会终于认可这样的情境，那未来的强劲的就业市场就不会再成为降息的负面因素了，反而呢会是正向的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面向，商品库存的状况呢，在经过了16个月，美国制造业 ISM 指数呢，终于又攀升回到了荣枯值以上了。那一口气呢，从 47.8 上升到了 50.3。那至于服务业指数呢，虽然呢稍微从2月份的 52.6 下降到了 51.4， 但是呢在高基期之下呢，还是持稳在荣枯值以上。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来仔细看分项的话，会发现这份数据呢蕴藏着非常强势的增长因素哦。那在制造业方面呢，新订单呢是大增了 2.2%， 生产呢更是暴增到 6.2%， 聘雇呢也增长了 1.5%。而且呢，从目前因应终端需求，厂商的库存大幅拉升了 2.9%， 还是低于荣枯值。但是呢，客户端的库存呢竟然不升反降，这也暗示着商品去化快速，未来呢有机会爆发更大的库存回补需求。那至于服务业的新订单呢，虽然稍微下滑了，但是呢还维持 54.4 的高水准表现，服务业呢维持稳定的扩张趋势，没有改变。那另外呢，2项最重要的内需动能数值，民间消费在高基期之下呢，持续维持 2.4% 的实质高增长，而耐久材的表现呢也非常亮眼。最新的2月整体耐久材订单扭转了上个月的负值，年增率呢来到了 2.6%， 其中呢电脑呢和电子产品的订单呢增长到达了 3.3%， 都是在高基期之下非常亮眼的表现哦。那这两个数值呢，代表了美国经济增长在今年的上半年呢，还是维持将近 2.5% 左右的强势增长的速度不变哦。好的，那从刚刚2个面向来看，美国经济的扩张动能呢不用担心。再来呢，我们来看看第3个面向咯，通膨的情势有可能转变吗？那最近呢，市场波动的主因在于部分的联准会委员呢，放出了降息可能延后，甚至取消的讯息。那真的会这样吗？那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之前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呢按赞跟分享。同时呢，2024年呢也是财讯的50周年哦。无论您是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或是针对您喜欢的那一集留言赞助我们，都能让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那其实联准会重视的个人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也就是 PCE， 早就已经在最近出现了更明确的下行趋势了。PCE 物价指数年增率2月呢已经掉到只剩 2.45%， 这是睽违3年以来呢再度跌到 2.5% 以下。核心通膨呢也掉到了 2.78%， 同样呢是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哦。那由于占比30%的租金还会进一步下滑，所以呢几乎可以确定，在未来的几个月度呢，整体 PCE 的水平就将会贴近 2% 的水平了。换句话说呢，通膨数值呢将会完全符合联准会的降息条件，年中启动降息呢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那当然呢，我们先前有强调，强劲的就业市场呢是改变通膨的推手，但是实际数据呢是不是支撑这样的论点呢？那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因为从刚刚公布的3月非农时薪年增率再度降到2021年6月以来的新低，这个数据呢离跌破 4% 的大关呢只剩下一步之遥了。那另外呢，过去1年造成通膨下降缓慢的2大元凶之一，服务业通膨呢，在最新的采购经理人价格指数呢也看到非常明显的陡降，3月份的数值呢是 53.4， 逐渐的逼近了荣枯值了。那事实上呢，这是疫情以来的新低水平哦。那上一次服务业价格指数出现这么低的数据，要回溯到2020年3月的美国全面封城时代了。最后第4个面向呢，我们来聊聊美国企业获利。根据最新公布的去年第4季 GDP 报告，最终实质 GDP 呢比初值呢上修 0.1% 到了 3.4%， 名目 GDP 呢则是上升 0.3% 到 5.1%。不过呢，最重要的是，公布出来的美国企业整体税后盈利呢，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美国企业的强大获利能力，同样的体现在 FactSet 对标普500成分股的获利展望上。4月5日公布的 Earnings Insight， 在短短1周之内呢，将2024年的整体盈利预估再度呢从 10.8% 上调到了 10.9%。如果搭配企业盈利的表现，在今明2年呢，将会享受连续2年或双位数的超高数增长。那假设未来真的能维持这么强劲的获利增长，再搭配新科技的应用，像是 AI 或数据中心等等，带来市场本益比的提升，这些呢都会让美股看起来昂贵，实际上呢并不贵哦。那总结来说呢，未来的一段时间，不管呢市场如何翻来覆去，大家不用过度担忧短期的数据变化，而是要专注长期的趋势调整，不要只是聚焦在联准会的鹰鸽言论，而是呢要重视货币政策路径的确立。相信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市场的杂音呢还是不会停止，但这些呢都是正常的情况。建议投资人呢一动不如一静，保持优雅的姿态，不用急着提早下车，反而呢应该持续把握难得的回档契机，持续布局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目前美股的价位贵不贵呢？ A. 不贵，经济扩张动能强劲，未来企业获利持续成长。 B. 贵，本益比呢已经过高了，企业获利还没有跟上。 C. 不清楚，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哦。那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